哦，政府家的那是，I don't know what they waiting for。Hello，Hello，大家下午好，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开始了。电脑是不是声音？今天下午的话，我们是做一个下单的一个培训，然后先就是我演示，就说一遍流程，然后演示一遍这个下单过程，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大家也是用手上的账号进行一个下单的练习。
那个下单场景的话，大家可以使用早上的场景，或者说随便你自己账号上面有的场景也可以，就做一个下单流程的一个走一遍，让大家熟悉这个流程。然后做完下单整个流程的话，后面就是呃一些对自学课程的一些答疑，还有就是一个综合的考试。然后下午的流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现在开始说这个下单的流程。然后这个页面的话，其实我昨天也有分享到的，就是也是在这里面的。然后我们重点的话就是讲下单的流程，然后我们学会就是把这个掌握了，补单的流程其实就是在呃正常的下单流程的基础上，多了一些什么上传照片这些。然后首先看我们一个总的一个流程图，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第一点是需要到我们一个订单系统这边去创建一个客户的一个档案，就是存放我们客户信息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这个订单系统这里，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网站，它支持一个中文、英文也是有的。然后在 CRM 就是我们说的订单系统里面建好这个档案的话，就是我们拿着这个客户的档案跟我们呃在 K20这一边创的一些客户进行一个绑定，因为我们是两个系统，它呃没办法识别到你之前去做设计的时候建的是一种临时的客户，它是没有一个客户档案信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的，所以就需要把我们在这里创建的一些客户的这个编号给它绑定到跟我们这边的一个客户档案进行一个关联，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我们才会把单下到对应的一个客户里面去。然后再下一个的话是下单备注，这个下单备注的话，其实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也可以把它做了，就是不一定非要到下单这一步才能去做。然后这些都完成的话，我们就可以就直接去在 K20上面去点提交订单，然后是按空间、房间，一个一个给他提交完成这个客户。然后最后我们还要回到我们这个订单系统去点这个下单完毕。然后大概的一个简化的流程是这样，然后我们再详细的看每个步骤。然后首先是在订单系统 CRM 订单系统这边创建客户档案这一块，然后我们总共是要采取这六个步骤。首先是创建客户这个步骤，这个步骤通常的来说的话是由店长或者说销售去进行创建，一般店面设计师的账号是没有这种权限的。然后这是国内这上边运营的这个情况，然后如果各个地区实际可能需要设计师自己创建账号，当然这也是可以的，这就申请权限的一个问题。然后创建完这个客户的话，就是客户的基本信息，他的名称、电话，呃，房间的需求这样。然后第二步的话就到量尺登记，通常是设计师。然后这一步是第三步是一个房间，就是查房，就线上查房，也是在店长负责的。这一步的话要特别留意，它在英文界面上是没有这个步骤的，它只在中文的页面上才会有，因为海外的一些页面跟上品国内运营实际不一样，所以这个步骤是去掉。然后第三步的话是一个沟通登记，这也是设计师去负责的。最后是到
客户成交了合同登记这一方面也是由设计师去完成的。最后的话就是订单上传这一 part 的话，主要是在 K20这方面的系统上面去完成。最后这一步就是订单所有提交后，一个财务的一个扣款，然后订单系统，然后我们登录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切换语言的，可以把它换成英文或者中文。英文的话，它页面会简化一些，它国内在海外用不到的一些功能，可以看一下。基本上是保留这几个核心的功能的。然后我们点到这个 Client Management，就也是一个客户管理这个页面。然后点这一个这里有一个叫 New Client，这里点一下，这里就是创建新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页面。然后这里这个页面的话，通常是店长啊或者销售去创建的，他需要有一个权限，就现在输入客户的信息进行创建。然后这个房间的话，也是根据我们实际的客户进行勾选就行了。然后这里特别留意的话，就是这里的一个设计师这个地方一定要选到指定人的这个设计师，因为接下来的操作只能够由这个设计师的账号去操作，其他账号是不能操作的。就是把这个客户的单指到这个设计师去跟进。地址这些也是可以随便的填，因为也不是说所有的加盟商或者说店长这方面也是用上品的一个客户订单管理去跟进客户，因为有些其他的他们就是自己也会有自己不同的系统去跟进，但是这个是作为上品下单的一个功能，所以其中如果涉及到一些客户信息登记这方面的话，如果不是需要上面这个系统去作为就是唯一的登记渠道的话，也可以将这些信息就是随便填一些信息通过就行了，因为它这个流程步骤是规定要这么做的。然后我们点那个 submit 就可以看到它这个这个客户已经创建了，刚才我填入这个，然后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client ID，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客户号，客户号它通常就是一串数字，然后我们可以给他那电话，然后它的状态就是一个带量尺的一个阶段，可以点进去看。其实我们在创建完这个呃客户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会多了一个客户号的。如果我们在设计阶段呃有没有就是没有把场景存到我们的系统上，也可以直接把场景导到这里来，就不用将这个客户给它合并到。如果我们是有提前设计好的场景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功能，然后这里输入我们的刚才建的这个客户号，给它输进去。输进去之后，就可以把之前的一个客户创建的一个临时客户跟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真实客户给它合并掉。然后这里的页面，主要留意的话，就是这个设计账号，这里要特别留意指定对应的设计师。然后这个日期的话，就不能早于今天当天。然后第二步的话是一个量尺登记，
剩下这些步骤的话，就交由刚才我们指定的这个设计账号才能够进行操作的，其他人都没有这个操作权限。两史登记我们可以点到这里，点到我们从这个客户 ID 这里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客户的所有信息。那我们可以点这个 Measuring Management，也就是这个量尺登记。这里我们可以登记时间，然后下次沟通时间啊，跟进日期，然后其他一些客户的消息，还有他客户的类型是新客户、常规客户这些信息，大家就是不能留空，就是大家也可以随便填，也可以按自己的需求去这房间的。然后点提交的话，就是证明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一个两次的登记，结果设计去到现场，客户沟通完，然后登记这些信息在这里面。然后中文页面下的话，这个两次登记完会有一个查房的一个步骤，然后英文的语言下是没有这个步骤的，所以如果在中文这个页面下的话，要注意完成这个设计登记的这个步骤。也就是说也是在这个页面这里会多了一个这样一个窗口，就是把我们设计方案那些图纸啊，呃沟通的记录传到这上面去，然后我们店长的账号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点击通过之后，我们这个设计账号就可以往下再去完成这个沟通登记。沟通登记就是我们出完方案跟约客户去谈的一个签合同之前的一个步骤了。Yeah. 沟通登记是在这里的，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communication record，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些沟通细节写上去，然后时间呢这些不能晚于当天。好，然后我们填完，点进去，然后把这些信息都填完。中文界面可能它会多了一些比较额外的东西，也就是上品它特有的一些国内店面体系的东西，所以我们建议的话还是用英文界面去做这个登记。然后做完这个沟通登记之后的话，是到合同登记这边，就上传前的最后一个步骤了，是在页面的这一个角落。这个合同编号大家写进来，如果没有的话，也就是随便填就可以。然后我们将这所有的步骤走完了之后的话，就到这个创建房间。创建房间的话，也是要根据我们实际做的设计方案去创建的。就是我们有多少个卧室，多少个厨房、客厅、书房这些，也是按照实际去给它创建好。然后我们创建空间的话是在这里，这里有个 space。然后选一个类型，例如我们要创一个主卧，然后它的名称，如果需要中文的话，这里
名称的话就要输入中文，然后英文的话一定要输入英文，因为这个涉及到最后贴在货物上面的那个名字，就是说最终安装现场贴货物那个标签是根据它会打印这个名字在上面，所以如果工人看不懂中文的话，要特别留意。然后，空间我们创建好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创建订单了。然后订单的话，我们就呃不需要在这边去进行操作，然后剩下的操作我们都可以过到这个 K20系统这边去进行一个下单。登录我们的一个账号，然后找到我们刚才创的这一个客户，哎，然后因为会被解下线。因为我这里是新建的话，我就是直接给它呃，打开本地，导我的一个模型进去。如果大家是已经提前创建好这个客户档案的话，就需要用这个一个合并客户的一个功能，就是将我们这里的客户 ID 给它绑定合并掉。这就是我们一个设计方案其中一个。你看到它有衣柜、有背景墙，也有这边一个电视柜背景墙这里。然后我们这个页面的话，进入这个场景，我们就下单，进入到一个下单页面，在我们左边这个菜单栏的这个订单这个页面，这里有个下单这个模块，我们点击进入下单模块。然后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系统会默认将这些柜体这个房间里面的柜体进行一个呃归类，看到它将这一组分成一个订单，然后这一组分成一个订单，还有背景墙分成一个订单。然后我们这个一个分单逻辑的话，就是不同的墙面会归成不同的订单，然后不同的产品类型也会归到不同的订单。
然后这是工厂根据它生产材料的一个需要去做的这样一个逻辑，可以看看这里拆分逻辑，这里也会写的。就是它一般来说的话，橱柜跟系统柜会分成两个订单进行项，然后呃那个背景墙也会单独成一个订单，然后不同墙面的话也会拆成不同订单。如果是有关联的，不同墙面两面墙有关联，就是摆放在一起的情况下，也可以下成一个单去给他下到工厂这边，方便他去核对我们工厂核对我们一个设计方案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是不同的产品类型，如果现场的摆放是有关联的话，它也是不能够下到同一个订单的。所以说，我们一个产品类型的话，它是一个强，就是说它的那个权重比较大，它不能够下在同一个订单。但如果是同一个产品类型，它分不同墙面的话，我们可以用这里可以有一个加号，给它把两个订单给它合在一起，给它下，也是可以手动给它加到的。那我们操作一下。我们这里的话是先要选择好这个空间号，这个空间号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这里创建的这一个，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唯一的一个空间号，跟着我们一个客户号去进行关联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系统没有创建这个空间号，它这里的话就是没有信息的。所以这里要先给它创建好，要选择好。然后第二步的话，这里要选一个产品类型。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一组电视柜，我们可以选电视柜。然后这个名称大家也可以按实际的一个填写。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获取一个订单号，点一下，一点它就获取一个唯一的订单号，是 SP 开头，上品开头。然后我们也可以回到这里去看一看，然后它这里就会将我们这个订单创到这里来了。然后它现在是没有信息的。然后它这个订单的话是有这么几组柜子。我备注大家设计的时候漏了备注，我们在下单这个页面也可以备注的。点击柜子，这里有个备注功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修改，或者说有一些需要工厂留意，或者说备注给现场安装师傅看的，也可以写在这里。然后我们设计阶段其实也可以备注，然后点击柜子会有一个坏的，看看这里下单。然后我们在设计阶段点击柜子，这里参数这个面板的这个右上角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标，也是可以备注的。然后备注的注意事项，我们要注意这两块。然后备注的作用，第一点的话就是软件不能实现的修改，可以通过备注。然后上品的一个工厂技术人员会人工审核它这个备注能否实现，能够如果是在合理的情况可以实现的话，工厂会帮忙进行修改。例如，我们多配一些封边带呀，这些我们选不到，我们就可以备注说可以多配多少米、什么颜色的封边带，这样。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告知上品的技术人员你的设计意图，因为
设计有时候看到你的层板内部跟背板之间有一个缝隙，但是也没有加灯在后面，可能上品会认为你是设计的时候漏眼身了，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他工厂有可能退回单给你，所以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可以提前备注在这里，然后让他知道你的意图，所以就会减少这种退单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设置把这个一个单给它提交掉。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有个附件列表，附件列表这里有一个上传文件，这里的话可以将我们一些辅助图纸给它传上去，不是必要的，就是一些现场图或者说我们一些修改特殊结构，我们要辅助说明给工厂这边，也可以在这里将这个图纸给它传上去。通常的话是一种 JPG 或者 PNG 这种图片的一个格式。像那种 CD cat 格式的也是可以的。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提交审核的一个按钮变成灰色了。这里就有个提示说，将红色错误修正后方能下单。这里就说到我们软件一个比较智能的点，就是它会有一个检查功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会检查我们现在看到场景这里面有一些干涉或者说设计不合理的方面，它会进行一个提醒。然后我们下单的规则是这样的，它红色的提醒是不能够下单，就一定要给它修改完毕。然后黄色是警告级，它只作为警示，然后设计师自行判断是否需要更改，它不做一个下单限制。看一看这组柜子它有哪个感受。背景墙不属于。如果它，因为它默认的话是整个空间进行一个检查的，如果我们单独想检查这三个的话，我们可以手动在这里看，选这个检查，然后选项选这个手动，就单选这三个柜子，按右键。这里我们就看到只有一个红色的一个错误是在这边。这里提示我们就是柜子里面有灯，但是没有配一个变压器。这个是一个提示级，大家可以按需求去添加，因为有些不同地区的店家不一样，也不一定是从上品这边去采购的变压器。然后它一个错误级主要是这边的，那个台面板没有合并。然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退出，然后回到我们这个定制这个页面去，给它进行一个修改。
这个柜子有点问题，我就先删掉演示一下先。一个台面板跟那个顶板是干涉。正常的话，我们是需要一个手动去把它那个模型给它调整好。然后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一个红色的一个错误级，没有的话，我们这边是会亮显这个一个提交审核的。我们点这个提交审核，它系统就会现场实时生成一些必要的文件，像一个场景文件，一个线框图，然后一个三维的一个不是渲染图，是3D 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下单的一个报价单，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里就是已经生成好这些文件了。然后我们只需要点这个确认，然后这个单它就会提交到工厂进行一个审核的一个阶段。你可以点回去我们的订单系统看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订单它的状态是一个提交审核了的状态，然后它一个设计文件也可以看到它会自动传到这里来。看一下，这里是它的一些图纸。然后后续的话就是将我们这个空间所有的订单都提交完，然后这就算一个下单完的一个步骤。然后我们所有的单下完之后，要特别留意的话，就是要回到我们的一个订单系统去点一个这个下单完毕这个步骤，是 order complete 这里。然后我们工厂的话，它一个排单就排产生产排产的一个优先级的话，就是会将这些下单完毕的单优先去进行一个排产进行生产。然后下单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的话，也就是呃有这么几点。然后第一点的话，就是一个订单信息同步，因为下单完之后，我们一个上品工厂会进行审核，然后我们国内这个流程的话，就是它会有问题，会直接打电话联系到对应的上品设计师，因为我们海外就是这一边像台湾地区或者说其他国家这边，他们联系一方面是电话可能打不通，或者说国际长途或者语言问题，所以他会跟我们进行联系，就上面海外这边联系，然后我们再跟到我们对应的设计区去进行联系。所以说这个信息扣下完之后的一个客户 ID 可以传给对应的一个店长或者说上面负责人这边，方便我们去安排后续的跟进，还有生产物流这方面的一些安排。然后在订单审核阶段，就是我们下完单，它就到工厂审核这个阶段。审核工厂上面审核会主要是做这两方面的一个审核吧，一个是设计的合理性，它一些使用上面是否有使用方面的一些什么，例如呃这个成本过度扩大，或者说一些安装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会跟那个设计进行一个确认。还有的话就是对于上品能否进行生产这方面也会进行一个审核。然后如果通过备注的情况，例如说备注加东西，或者说一些比较特殊的修改，可能会涉及到呃一个费用的一个增减。然后
审核完之后的话，才会进入到一个扣款的环节，就是客户工厂审核完之后，然后那个系统会进行一个扣款。如果说扣款没有扣款到的话，它这个单是不会留到下一个步骤，就是生产这一块的。所以说下完单之前、下完单之后，也要特别留意我们店面的一个账户余额。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一些问题处理了，就是我们登录我们账号进来，这里可以看到它会如果有订单退回或者说没有下单完毕的话，会有一个系统通知在这里，我们要及时的去给它处理掉，不然的话可能会导致订单延误。所以这个下完单之后，一定要保持这个沟通一个顺畅，直至这个订单扣款完毕到了生产这一块。如果订单被退回的话，我们也可以点到对应的订单这边。那订单这边，它这里如果退回的话，我们的一个设计师那个上品审核员会将这个信息写在这里。就看到这个信息，然后去到我们的 K20调整好，然后重新提交这个订单就可以了。然后大致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现在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先提出来，然后等下我们就大家就拿自己的一个账号实际的操作下进行下一个测试单。大家有疑问吗？如果没有疑问，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然后创建一个客户档案先。大家有没有订单系统这个链接？给我发一下这个页面。大家有疑问遇到不懂的就可以开麦说一下，进行解答。
新的语言是吧？不更改也行。关键的是没记录到，我找一下。有没有记住那个账号的名称？幺七不同名称，临时客户，这个的话应该是姓名，这个东西是还没有创客户，随便创个就行呗。新增客户，嗯，新增客户，这样这样，新增客户，随便取一个名字就行是吧？就行了。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家具客户权和那里有备注。这个像这个业务标签，它会有显示国外客户吗？那就直接就老建信，或者说随便选一个随便选一下。业务标签，阳池空间随便搞一个卧室设计师啊，这个账号这个里面设计师没有这个编码呀，这个编码好像设计师里面选不到，在这里有名字，欢迎您那里。哪里啊？哦哦，HW 69，
那为什么这个登录之后后面还有个微呀？名字跟这个账号。这客户名称是什么呢？新建完的时候，不见了吗？嗯，那就是983738，哦，会关联到 K02这个220这边。说是这样，它这里应该有见了。嗯，可以合并，就底下和上面的合并上了，嗯，对对合并。对，你要打开另外一个场景，打开不是你打开这个，啊，这个是吧？打开不是合并账号的那个，这个你不是要合并，打开一个空白的，这个是空白。这个你要合并的吗？嗯，这个账户就是合并，这个账户就是现在打开不要占用到合并那两个客户的就行，打开一个，再点。嗯，合并983983983。哎，点九按八三回车七三，那刚哥你确定了选，吗？这东西要怎么填？客户名称983，这个客户名应该是9837308。不是啊，那个客户号。这个名称也少了个 BV。大家都做到哪一步骤了？
这个随便点啊。不是填这里啊？你看呢？嗯你点那个括号，啊，点那个括号，下面不是有一个？这个啊对，那上面都不用填的啊。上面是查询呢，不是填，是个量尺登记，下面量尺是这样的。量子信息，量子登记，嗯，非要点这个才会有下一步吗？就是不量是不行没错，啊。不量尺不行。那有的好比说客户已经有尺寸了，那你就要走这个流程，你就随便把这个信息填一下。不一定所有的，因为有些客户也是自己有自己的跟进系统。这些东西这么多吗？他把别人这369，英文界面会少，就像这个量子空间必须要每一个都填吗？还是说，后面你可以这样。就好像如果到时候下面新进来的一个同学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现在是做一个下单一个练习这一块。这个东西量子
查房这里完设计师完成登记。哎，对，都要填。Hello，有问题可以发截图或者开麦问一下。那就合同登记喽。合同编码怎么说？这边自己选。叶先生，必须是编码还是说中文名也行？还是个数字吧。1、2、3、4、5、6。10万。合同期应该不能够超过今天吧？嗯。
我的天，怎么这么小啊？看到吗？看到了，看到了。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共享一下屏幕出来，现场指导。创建房间，嗯，房间在最下面啊，你已经创好了，就是那刚才那里创好就不用创。然后后面就可以去到那个 K20那边去进行操作。嗯并且看，嗯，就可以下单了。下单前也可以将这些饰品呢，就是这些隐藏，给它隐藏掉，就没有这么卡了。如果太多东西会比较卡。它到时候在那个上显示的东西，或者说几面墙，它都是一个空间里面，它的横号不是一个的，啊，就是它不是一面墙，假如这一面墙它有两面嘛，啊，嗯，它是按照图纸上它显示有一面墙、两面墙、两个订单，那这个横号在卖图上面显示的是标签纸上显示的是一个横号吗？会是一个合同号吗？对，就是一个标签嘛。订单号对，订单号是一个，是一个是吧？只不过就是说，不是订单号，不是，是客户号是一个。我看一下，现在是到一个带量尺这个阶段，然后你看一下你这个设计账号是不是同一个 designer01，他指定了这个设计账号，可以多元共享。能都亲人，就是你现在是到那个量尺这一块，然后看你这个账号没有那个权限，应该是指定的设计师，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是不是那个账号？
干涉的时候，它是直接把所有干涉的全部出现在一起，它没有说哪两个规则会和它一起干涉嘛？你这个干涉是归内干涉，不是物理间？看一下，单列超高轨用要全概率。你看一下你登录的是不是这个账号？designer01这个，这我跟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片这里，如果是指定的这个设计账号会，这里会有这一个 measuring management 这个选项。
其实这个沟通登记应该更理解为，呃，回访登记应该叫做嗯，回访沟通登记创建文件，创建文件之后就给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吧？就背这些特殊工艺，我要怎么做，做图了啥的都是在这，对吧？这个文字备注。嗯，就是在这个里面，现在我可不可以说我这个门我们正常应该是6个门架，假如是6个门架，嗯，但是我想加一个备品，额外多加一个门架，这个里面怎么下呢？可以备注。对，就像这样，额外多加一个门架，但嗯，是它报价清单里面应该出不来吧？所以他工厂审核时会把价格给它贴上，啊，听说加一个门架，不用打孔是吧？不用开门叫，因为我怕他把这个门直接开7个门叫很麻烦。如果不备注清晰的话，他会工厂会跟你确认的。嗯，选空间号先，最上面的，嗯，你回去看一下那个图，胖是对吧？就是那个教程那个发下去，下面，嗯，在下面，这个是这个这也是备注。有两种，一个是传建这个空模型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有嗯，这个这个是啊，就这张下面这张，房间提交订单，这里一选择房间，二产品类型，三这个，我给你就出来了，不用，已经成了。你看下面那张图，下面第二点这张图，因为他现在不知道你下的是哪个房间，所以你要选择这个房间。这个只有一个空间，那就选择哦，但是有报错，然后再选那个产品类型，要衣柜也行，放那个
这就可以改成什么？就是可以，那个可以。就是我这个地方要改成英文的话，就是这个名字会出现在客户收到的那一个包装上面吗？对这个哦，这个其实是卖头的，对，这就是卖头，对啊，但是这个也应该要改，如果改成这个不会出来，因为有的国外的可能他就这个不说会出来。这个应该不会出来是吧？嗯那这个就只能就好比说 master，，Master Room，master room，那就是 master room，这就可以直接点击获取订单号了。这个订单号不能够自己取吗？随机的。获取订单后将锁定空间号。其实你这里应该备注这个产品的名字，然后房间其实是在主人房那里进行设置，就是我们在 CRM 创建的时候，就这个地方应该就上面那个主人房三个字，应该那个才是房间，你说的 master wardrobe 这个 closet 或者说对，就是这个主人房里面的这些衣柜的部分。哦，这个其实范围挺大的，这个也是。嗯产品列表。哎，为什么这个产品列表会有这么多门叫啊？门叫它只有一种，这是品牌，是品牌，那为什么可以选？这种就可以选，它那如整果我这里体替换。面我已经选好的全部是海力士、帕帕都看了吗？那里没得选，那铰链只有这个地方选。所以说附件中上传附件有什么？附件就是我自己可能说偶尔复活的这些，就是一般都不需要的。就特殊审批的这种非标会了，对嗯，吧？哦，这个是特殊情况才要上传，可以说。是啊，这个差不多。之前的一个软件，列标的也是这样。背景箱，对，这个床也是的，这个床，这个床是定制的还是配套的？配套的。配套的应该不会在这里下的，配套的要到电商那里去下。这个定制应该是属于它你这里什么属于定制吗？板式的那这种，个感受，这个就是这种是成品的了。那这个首先这个订单中可以不用下吗？是，所以那这个要删掉，直接在这个就里面不下就行了。这里就直接把这个在这个图形里面删掉就行了。可以不删，就不下就行了。现在都提交不了，因为全是看一下右边这里，红色有对对对四个干涉，全是干涉。柜体右开门与格栅板有干涉，是的，跟背景墙干涉了，对，你要退出下单才能修改的，那网上去说，保存。我后面拖也就没干涉了，我可以这没错，样啊，对啊，你检查一下，在这里再检查，用这个检查功能，对，自动。它这个全项检查应该是又有工艺又有啥全都有吧？啊，这里就没干涉，这个可以下，这些是黄色的，黄色，对啊，我刚刚就把这个后墙板拖出来就没了，这些合并它的管子太宽了，这个建议而已，对，你可以按实际来。异常，啊，它又是为了后背板，讲这种后背板，我好像这里好像有一个
片后设置里面它有一个背板的一个尺寸的，我记得，嗯，这里呢，嗯，可以直接这样改，它会改过来吗？不会，你改了之后，你新调的模型它会默认是18，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已经调好的模型，它是不会变的。而且还有这个顶风板高，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这个就对应你这个 D31这个参数啊。对啊，它的意思是不生成顶风板，如果我选择了之后，难道我这个里面继续脱柜之后我就不能生成了吗？就是它默认就是不带顶模板的结构，你还是可以生成的。这个是批量修改的吗？就是我的一些位置，我想要全部改成后背板。如果这这个样的话，参数好像暂时没有，因为它每个柜不一定建的参数但是就是都一样，我绝大多数都是要后背板，但是我就可以个别调那个个人刚刚那个界面那里调，新调的柜子都是后背板。背板为什么这个只有9啊？你这个悬挂的，它是用配件装的，它有个调码的。那不要调码都可以选择出来使它吗？这个调码是要换产品的，就是不是这个模型。那这一个地方，它如果是3个柜子一起的话，像这种地方，它可以不用调码，直接靠后背板锁墙。也可以，这个就地方，调产品的时候调那种有后背板的框架就行。那相当于这样就直接都可以传单了，嗯，下单。跟那个提交按钮亮显了就可以。提交了1900的，这是报价吧？等一下应该还会有后续的什么订单查询、修改这些有。也不是真实订单肯定没有。好，这个是报价，这个是产品费，这个是。它应该有几个里面投吧？我看那导轨，业务结束，这个是整个页面。XDB 应该是生产软件吧？这个就是这个模型文件。那这些确认好就直接点上传，还是确认它就会传到那个订单系统。确认？
回去那个系统的订单系统，退出也没事，那系统不是 K20嗯，订单哦系统，哦哦，是的，是的，应该去点进去这个，点客户号，嗯，点那个客户号那个数字这个达到最低。你看刚哦，才这个就创的那个是订单，存的，如果是没下单的话，是在建单中由我获取的订单号。这个订单状态是审核退回，因为是测试店面，它不会传到那个工厂去的，他怎么知道是测试呢？测试店面，哦，他看你的这个账号是吧？不然工厂审完之后就要扣款了。大家有疑问的也可以共享屏幕出来，要按这位一样的话，这里传回到这里，将所有的订单传完之后就完成了。
不能提交审核。你截图看一下，或者共享一下屏幕看，可能是那个有报错，红色的。你看这个。这种就相当于是整个交易流程就是走完了啊。就如果我继续想下这个其他的刚刚的那个背景墙的话，也是直接在这点就行了。嗯，没错。把这个客户单都下完了就结束。那像这种如果下了单之后啊，如果像这种订单管理系统，这个里面嘛，是吧？这个里面就是已经审核退回，那如果在审核过程中或者审核过了，要取消订单的话，在哪里取消？点进订单，点这个删除，点或者说修改，或者说删除，那修改呢？修改就他已经退回来了，你改完再提交就改完了。提交重启。没法合并，找不到该客户号。你登录的是同一个账号吗？就是创建那个客户同一个，按回车也找不到是吧？你看一下有没有空格之类的。我们 K20登录的也需要跟那个订单系统同一个账号的，才能够收到这个客户。这个是因为有错误才下不了单，这个驱文。你可以把这个背景墙往右边移动一下，让它不干涉，或者说你把这个封板给它挪一下。
时间还有7分钟，看大家做到哪个进度，有没有下完？如果是用自己店面，就是不是测试账号下的话，如果点了提交订单，要注意把它点回来，不然的话，工厂有可能会自己审核。就是用真实的那个账号下的话，记得把这个单给它点回来。
好，那我们练习就做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大家还没做完的话，可以课后根据这个文件去给他再操作几遍，如果有问题就可以在对应的群上进行询问。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讲一下这个单的一个流程。这下补单的话就没有练习做了，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常规的东西。然后下补单的流程的话，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就是一个是发起补单，就是我们去到现场装完安装现场的过程，发现有问题就可以记录下来了。哦，补单的类型的话，主要是分三类，一类是按原单补换，第二类是有修改的进行补换，第三种就是增单了，就是在原本设计的基础上是没有这种情况。然后下单的话，就是要去到我们的系统，然后找回到我们需要补的那个原来的订单，然后在订单那里就下面会有个创建补单的这么一个选项。然后创建补单的过程要描述清楚问题需求，还有上传现场那些图片。然后如果其中涉及到工厂责任这方面的话，是需要传图片啊那些，还有描述，然后工厂会进行一个判责。判责如果是工厂问题的话，就是不用扣款；如果是增单啊其他那些，就需要有一个扣款的环节。扣款完之后就会及时生产，然后进行配送安装。然后补单类型的话，首先看第一个吧，按原单补换，就是我们是去到现场，呃，少了个门，或者说那个门坏了装不上，就需要原单补回一个门。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不用什么修改模型的操作了，就把那个门的一个信息告诉工厂，就会按那个门原单生产运到现场。那需要留意的话，就是一个描述，就是缺的那个板件的一个信息。最好如果是破损的话，就可以拍那个板的板件号，那个标签，或者说现场拍照指出来是哪个柜哪个板，这样工厂就好指认。如果是整包货不见了的话，就要呃提供那个包号，现场那个装箱清单这些信息。五金的话也是要描述好那个名称或者说编码之类的。然后第二点的话是一个方案修改，方案修改指的就是我们去到现场了，门尺寸比现场大装不上，需要修改才能装，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需要设计传一个相应的图纸给到工厂这边去进行一个再生产。如果涉及到孔位的话，就要备注好那些在图纸上面标注好那些孔位信息，那个铰链孔之类的。如果涉及到材料颜色的变换的话，也是需要备注说明这些信息。这些大家可以课后看一看这些各自不同产品的一个说明。然后新增方案的话，这里的话就是指原本如果我们设计方案里面的门那个柜子是没有门，但是要加个门，这种就属于新增方案了。这种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下那种常规单进行下，也可以通过补单的方式进行下，这两种都是可以的。然后如果下补单这种方式下的话，要注意它默认的情况的话是单位是一，如果你不写的话，就是补一个柜子或者说多少个柜子，或者说我们原单补就是按原回的单做多一个柜，如果不备注那个数量的话，默认就是一号。然后怎么创补单呢？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以下是下补单的相关流程。找到对应的客户号里面需要建补单的订单后，确认有这3个选项才可以建补单。可以看到这里有建补单的选项，只有就是通过完那个排产完的订单才会有这3个选项的，所以这下单阶段这订单是不会有这些选项。然后我们选的话，只要选这个常规补单就行。然后这里就是第2级页面了，补单分类的话就按这5个类别进行区分。然后这个问题分类的话会涉及到一个工厂的一个判责的，所以这个要给它选择好。问题描述啊，然后补单的一些数量啊、门的那些都要给它标注清楚，然后图片也要相应的给它上传。然后问题分类的话，主要是这么9类。下单与审差主要是工厂审核啊这方面在模型上面出现的一些错误。然后生产原因的话，就是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可能那些加工尺寸、孔槽啊、封边、颜色啊、漏配啊这些情况。然后第3个是物流这些物流过程中导致的破损或者丢失的情况。安装问题指的是安装现场一些安装过程中导致的损坏啊，或者破损、丢失、装错之类的一些情况。客户需求指的就是客户安装交付过程中，在下单完之后提出的一些现场的一个调整，这就属于新增需求。那第6点的话，就是一个售后过程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是一些描述的一些情况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备注的信息要注意完整，就是有头有尾，就是交代好现场的一个情况，方便我们工厂更好的处理这些订单，也方便我们快速的能够把这些货补到客户这方面。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提交后再修改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们提交了一次补单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再修改的话，就可以点这个重新编辑。重新编辑的话，我们这里可以给它修改一些文件，或者说我们之前提交的那些备注信息是没法修改的，就这里，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个流程记录这里，流程记录这里给它备注一个新的消息，然后工厂就会按这个新消息最新的消息给它进行一个审核。然后工厂审核完之后的话，会到一个判责，判责完之后，需要店面的设计这边点一个补单确认，确认完之后，工厂才会进行一个生产。如果涉及到收费的话，也是在这个补单确认之后。然后就是后面那些取证的一个指引，然后这个主要是指引现场拍照的一些必须的一些文件嘛。然后这里的话就大家自己看一下就行了。针对不同的一些问题分类的话，又有需要不同的一些文件需要设计或者说下单这边提供。整个补单流程就是这样，是比正常下单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今天的下单跟补单这个环节的话，基本是到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就问答环节，就是针对于产品自学课程的前面这几个章节进行解答。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就是这个 Part One 到这个 Part Five 这几大块的一些问题。大家有问题吗？可以现在提，也可以，如果没问题的话，也可以课后进行提出。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一个测试，也是关于这 part 的一个内容。大家可以扫这个码进行一个测试，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试，针对之前这边的一个产品啊、工艺配件这些知识的一个检验。然后这个限时的话是20分钟，大家也可以现在进行一个做题。然后评分标准这里也有写了，这个总分是70道题的。
大家做的怎么样了？我看只有一位提交了，再给多5分钟。交了，又多一位。
大家都做完了吗？看反正只有2位提交了。
又有一位提交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先做一遍，错了等下大家可以提问，然后课后的话也可以再做几遍，这个是无限做的。但是宽度650做不了吗？啥？单上门也能。可以做，但是不推荐做。做完的同学有问题也可以现在进行提问了。背板5毫米的不是密度板吗？为什么背板默认的5毫米的背板它不是密度板？是密度板。那商品橱柜背板所使用的板材是5毫米的单四面密度板，这个答案是错的。这个还是对的，是对呀、可能设置错了。对呀、25题。板3、9都是密度板便宜啊，九的是多层板吧，应该是9的啊，可以。颗粒板9毫米的那颗粒板好脆呀、能叫应该是80吧，最浅70吗？70就可以装。我记得这边的不知道是什么样，欧派这边是这样的，就是平开门的深度的，就是做衣柜的时候，或者里面有那个功能抽屉的时候，你那个板材内径要90到80，最低80，下面是80的话，或者避开门将嘛。要看哪个类型的门架，有些要90，比较特殊的针式铰链那种。哦，对，行。第30题，以下哪些是目前上品板材使用的厚度？有90、60和25都有啊。它现在答案里面没有16。16有啊，它只是部分的那些钢抽用的。这个它为什么没有呢？那它为什么没有呢？
对吧？多这么细呢？没有吧？正常的贵生是没有。我都用到16的呀。目前最高分59了。他们这个去掉线是什么？都是用的。大家看一下自己的错题，然后有问题就现在问。5点钟的话就停止作答了。98应该都有。最后一题，嗯，最后一题69也有啊。对对对，70题答案是有些错的，5mm、9mm、18mm 都是有的，这个设置错了，大家留意一下。70题。这个我是不知道。WS2是什么意思？信息变化的
卧房设计中过道，这不对呀、第18题我也感觉不对。卧房设计过道，那如果是推拉门，我就没必要，它非要600米，我300就够了。你是掩门的话，你的卧室柜子和你的床嗯啊，你就可以，你就必须要另外你要开门嘛。嗯，那你这道题呢就是不对呀、这个应该就是对的，这个题目很奇异啊。要考虑最极端的情况，这是要考的是。好，那我们考试结束了，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现在提问，然后如果考得不好，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那个文档，然后重新再考一考，这都是随时可以考。那个窗台这里应该不是板来的，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吊柜，吊柜它的门带隐形门的背景墙，它有一款隐形的那个隐形门的那款门墙一体化的。这些产品问题的话，可以私下就是在群上问一下。然后这边说一下，这里有2道题在留下，这70题这里9mm 的厚度是有的，然后这个题设置错了，大家留意一下。
然后这边再说一下吧，这个吧，这里有一个问答的一个机器人，大家如果遇到产品问题也可以问一问，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基于上品产品库的一个问答助手，示范一下。目前的话，只能通过这个微信登录使用。大家也可以试用一下这个，有遇到问题可以问这里，一些产品啊，一些商品流程啊，一些工艺细节也可以问。然后它会根据我们上品的一些产品库啊、知识库进行回答，然后也会引用到上品的一些公众号的一些文章，大家都可以去试用一下这样一个工具。但同时也注意一下，因为是 AI 大模型生成的，也有时候可能会出现幻觉这些问题。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上品就我们这边进行联系沟通为准啊。这里就这么一个小工具，大家也可以去试玩一下。然后这边今天的课程大概就是这么多内容，看一下大家有什么要问的，或者说要咨询的。如果都没有的话，大家可以课后就下课之后帮忙填一下这个问卷，就是关于这个课程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如果后续随时有问题，也可以到对应的群聊上面进行咨询，都会及时进行回复的。然后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哈，谢谢大家的参加。